成为主流，成为核心群体，进而呢获得其他群体的仰望。只有爬到所谓的高层，只有通过别人的仰视才可以找到自信，才可以找到自我认同的人是可怜的。融入它并不仅仅是单向的，我要适应你的生活。Hello， 你好吗？我是 Jasmin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聊海外华人融入澳洲社会的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个话题呢，是一个挺大的话题，也是一直以来很多，特别是初到海外的朋友特别焦虑的一个问题。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。那我自己呢，是今年已经是来澳洲的第12个年头了。并且在这12年当中呢，有6年的时间，我是全职的在澳洲本地的公司工作的。那按理来说呢，我已经有很好的这样的环境去融入澳洲的社会。但是你要问我有没有感觉自己融入了澳洲的主流社会呢？我可以说完全没有。很多人就会发现，即使我们在澳洲工作，或感觉就是你只是给老板上个班，上完班回家呢，就是谁也不联系谁，然后对于本地的所谓的主流的圈子也并没有太多的交集。有一些朋友选择自己去做一个小生意，那么主要做的还是传统的华人从事的行业，比如说餐饮啊、旅游啊、金融换汇呀、房产行业呀，并且很多这些小生意呢，主要客户也是亚洲的这个群体。总的来说，海外华人要融入当地的社会呢，给人感觉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。所以很多人呢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很好的融入当地的社会，可是也并没有。很多孩子呢，就是他们会觉得在小时候没有这种种族意识的时候，还是会跟其他族裔的孩子一起玩的。但是越长大呢，越会发现，即使他们都不怎么会说中文了，但是他们的朋友还是大部分是亚裔。很多华人就会产生这样的焦虑，如果我们终其一生也没有办法融入澳洲当地的社会，那我们来到海外的意义又何在呢？我就记得我最初刚过来留学的时候，那时候语言真的是特别的不好。完了，每一次出门的时候，比如说要去银行啊，今天要去买一个菜呀，我都会提前查好我今天可能会用到的单词，然后准备好我今天要用到的句式。但是你往往还是会发现，当你真正跟别人对话的时候，是互相听不懂的状态。那时候我就特别没有自信。其实那时候呢，也是我对于融入当地社会最焦虑的时候。我当时就会用很多的办法去让自己快速的融入。但是我现在想想，我做的很多努力，有一些是比较有用的，也有一些是特别徒劳无功的。比较有用的呢，就包括我会经常的跟负责留学生的老师去booking 时间去聊天。其实呢，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烦恼的事情，但是就主要就是还是想练一练自己的口语，因为那些负责留学生的老师，他一般会顾及到你刚刚来，语言不是很好，说话会比较清晰、比较慢，然后还会教你很多东西。包括说我当时读语言班，那因为确实是没有自信去开口说话，所以我会跟那个班上的一些日韩裔的同学，然后跟一些比如说印度裔、阿拉伯裔的同学去聊天。这样子呢，就是可以让自己处在一个英文的交流环境当中，然后又不会被对方嫌弃。但是我也做过一些比较没有用的尝试。我记得我们语言班结束之后，老师就说我们要组织一个全班同学的 catch up。然后那一天呢，我觉得是非常尴尬的一天。然后老师会要求你一定要说英文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话都很少，都像一个傻子一样，就是别人抛出的梗你也听不懂，然后在别人在说什么你很多都听不懂，然后就在那里傻笑。聚会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一个同学说了一句话，说终于结束了这强颜欢笑的一天。那句话呢，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，那简直就是对那天活动的最精准的描述。从此我就觉得呢，你不要去为了融入而去做一些非常徒劳无功，只是感动自己的事情。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、喜欢的方式去努力就够了。但是呢，直到现在我都很感谢我那个时候的焦虑，正是因为那份焦虑让我去采取了很多行动，也遇到了很多贵人。其中有一个对我很好的老师，他就会带我去参加很多留学生的活动。其中在一个活动当中呢，我第一次在一群白人面前做了一个英文的演讲。那个演讲非常短，但是就是大家都非常鼓励我，然后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自信。还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的，就是我在打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土耳其的老太太。
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因为对自己的语言特别不自信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语言不自信呢？你现在说的是第二语言，如果有人再敢对你不耐烦或者是嘲笑你，你可以反过来问他，你的第二语言学得有多好呢？你应该特别为自己感到骄傲，因为你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，还可以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去跟别人交流，去赚钱，去生活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”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慢慢的有一点放过自己了。但是呢，我对于融入西方社会呢，还是有自己的某种坚持和执着。于是到了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呢，这种执着就变成了一种拧巴。那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大家也毕业了，所以很多朋友呢回国的回国，然后去别的城市的去别的城市，我身边的华人朋友就很少了，所以我不得不跟身边的很多同事成为好朋友。那个时候其实我一方面是挺开心的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我是不是终于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了？然后一方面呢，我又觉得我其实不太喜欢那时候的生活状态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定义融入的，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对于融入的理解会有一些狭隘。我会觉得说，如果真正能融入当地社会的话，我需要成为另外一个人。因为真正的融入当地社会，不仅仅指的是你的语言有多么的好，你跟他们交流多么的没有障碍，更指的是你的生活习惯、你的三观、你关注的事情跟他们是不是一致。一个习惯吃老干妈的人，真的很难去习惯面包抹点 Vegemite。包括他们的聚会，不是简简单单的朋友在家里一起吃个火锅聊聊天，更有可能的是每周三、每周末要去这个酒吧喝一杯，然后聊一些有的没的，去看球赛，关注哪一个球队赢了。包括说有一些很喜欢户外运动的，他们每一天都要去海边，每一个周末都要出海，或者是穿的那潜水服去潜泳。而我对于出海呀，在海里游泳这件事情，其实是我会觉得特别排斥，非常不舒服的。我并不是不喜欢去海边晒晒太阳、走一走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偶尔的行为。如果让我天天干这个，我真的不习惯，我也过不了他们那种拿到工资就及时享乐、心安理得的看到自己银行的存款负增长的那种生活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深深的体会到，我是一个多么习惯这个中国式生活、亚洲式生活的人。就是如果我强行的让自己融入，我做不到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特别拧巴的状态，直到我遇到了两件事情，慢慢的让我发生了质的转变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跟我的组长去做一个项目，然后那个项目的负责人呢，就一直在跟我们俩聊天，然后他是很喜欢长跑的，跑马拉松，然后就一直在跟我们讲，就是马拉松怎么 training 啊，然后他们这个参赛的很多事情。然后我的组长呢，就是在听了很久之后，终于礼貌的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，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。其实呢，这个长跑姐算是我们的甲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挺震惊的。可是我后来发现呢，其实即使是他这样说了，也并没有什么。在澳洲，大部分人还是会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在我的上一个工作单位遇到了一个 ABC 的实习生小姑娘。这个小姑娘呢，性格非常的好，然后我们后来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后来我就发现她的朋友圈呢，几乎全是亚洲人，包括她的历任男朋友全部都是亚洲人。后来我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的英文完全没有问题，甚至你都不是很会说中文，那为什么还是就是你的朋友圈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？然后他就说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我的很自然的一个选择。因为就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小时候可能也会找一些其他族裔的人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只是在一起玩个玩具啊什么。但是后来随着交流的内容越来越深入，我就会发现，我跟亚裔家庭出来的这些孩子一起交流可能会更容易。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什么东西，一个吃的呀、穿的呀、看的电视剧啊，你可以秒懂。但是如果我跟一个白人说这些的话，他们可能需要我解释很久。所以就是很自然的，我身边的这个亚裔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。
我一直到现在特别感谢我的这位朋友，就是我到那一刻忽然就释怀了，因为一直以来我自卑的点，或者是说我焦虑的点，都是因为我的语言没有那么的好，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从小的文化背景，所以我害怕自己融入不了，我害怕自己不能够就是成为最好的那个状态。但是我看到，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在所有我自卑的点上都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他还是选择让自己更舒服的一个朋友圈，更舒服的一个生活状态。所以我就觉得，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呢？为什么我不能坦然的接受这个真实的我呢？但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的理解了，所谓的融入澳洲社会，并不等于活得跟澳洲人一样。无论你的圈子是东是西，是大是小，你都有资格、有权利去不卑不亢的在这个社会活出真实的自己。主流文化它一个很核心的点，就是你要包容多元的文化，你要尊重多元的文化。我们就是这个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呢。那我也慢慢理解了，其实所谓融入，它并不仅仅是单向的，我要适应你的生活。所谓主流的这个人群也要了解我们的生活。其实我们很多人所理解的是，我们要改变自己去适应他们的文化。如果你已经涉及到要改变自己去适应它了，那就已经有一个殖民同化的意味在了。所以说到融入，其实我更希望大家对此的理解是双向的融入，互相去理解，互相去接纳，但是呢，依旧可以过自己更喜欢、更舒适的生活。其实很多华人移民呢，他之所以会有融入焦虑，本质上呢，还是因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在作怪。很多人想要的是成为主流，成为核心群体，进而呢获得其他群体的仰望。很多人他们想要融入的不仅仅是说白人这个主流社会，更多的是高级的高层的白人主流社会。我甚至见过一些老移民，他们来的时候，因为自己是中国大陆人，所以他们就是处在所谓的鄙视链的最底层，受尽了冷眼和鄙视，所以他们真心的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复自己的生活。而且呢，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的自卑感真的是深入骨子里的、根深蒂固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坚定的让孩子一句中文都不要说，一句中文都不要学。但是这样教出来的孩子，他真的会是一个主流社会的人吗？其实完全不是的。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他这样教出来的孩子，他其实内心非常的自卑，因为他完全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迷失了。他父母教他一定要这样做才是一个很好的、很正确的选择，而他的肤色、他的背景文化，包括他的家庭，都是他不能改变的。而这些深入他骨子里的东西，让他自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自我身份的认同、对自我的认知。更不要谈所谓的这个民族自豪感、身份自豪感了。无论他自己多么的努力、多么的优秀，还是一辈子都笼罩在这种身份的自卑的阴影下。我觉得这些孩子真的是最可怜的一群人。当今社会呢，平等已经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准则。那些只有爬到所谓的高层，只有通过别人的仰视才可以找到自信，才可以找到自我认同的人，是可怜的。最后呢，我想说，只要对自己的人格自尊自重，对自己的文化自信自爱，对自己的生活自得其乐，就已经成为了主流社会的平等公民。那对于这个话题，视频前的你有什么经历或者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？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